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款老游戏《炽热战机》。为何这么迟才介绍？那是因为它的东南亚服在最近2个月才刚上线，我这才有机会接触到。结果却发现这游戏原来在台服已经开了半年以上了，但稿子都写完了，所以还是照样发了吧。炽热战机算是近期玩到的比较特别的一款游戏，缝合游戏相信大家都玩过不少，特别是放置类的游戏，里面的内容几乎有80%都是一样的。炽热战机让我觉得特别的，就是它将放置游戏的玩法和卡牌游戏融合在一起了，至少这个组合我是还没有见过的，所以会有一些新鲜感。而且它最吸引我眼球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人物全是用 AI 设计的。老实说，这个质感其实已经可以打败很多画师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稍后会再放出更多游戏里的人物来给大家欣赏，大家就当成是个看人设的视频就好。炽热战机没有采用卡牌游戏中常见的体力值设定，因此你不需要在开局就忙着清体力，生怕一不小心升级后体力又会溢出。炽热战机采用的是放置游戏的那一套玩法，推图完全不需要花体力，只有打不过盒卡等级的问题，非常轻松。人物的升级和突破资源也无需像卡牌游戏一样，要一直重复扫荡关卡才能获得。它采用的是放置游戏的那套，只要通关主线就会有挂机收益，只要点击一次就可以收集完所有挂机资源，非常方便。人物升星则是采用了卡牌游戏的那一套，只要有碎片就可以慢慢升星，不会像放置游戏一样，既要抽本体又要合成肥料，非常繁琐。炽热战机可说是非常聪明的，只采纳了放置游戏和卡牌游戏中最精简的部分，这也是我欣赏它的地方。炽热战机并没有卡牌游戏中常见的怒气系统，角色技能只要完成冷却时间就可以无条件释放。技能的能力也清楚地用颜色做了区分，红色是和攻击或增益有关的技能，橙色是和属性或减益有关的技能，蓝色是和防御有关的技能，绿色则是和治疗有关的技能。几乎只要看技能的颜色，就可以大概知道这名角色擅长什么，非常方便。游戏中的职业也很清楚明了，铁卫是坦克，支援是治疗或辅助，湮灭是能量伤害，强袭则是物理伤害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炽热战机有4个可以互相克制的阵营，攻击克制的阵营会有额外的25%伤害增加。接下来要说的，仅是针对东南亚服的情况，台服比东南亚服早了5个月，现在的情况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所以仅供参考。第一个阵营虚光，擅长全体攻击，也擅长为敌方添加各种控制和负面状态。当中，中毒更是其拿手好戏。中毒会降低敌方攻击力，也可以造成无视护甲的真伤。虚光是目前游戏最强势的阵营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虚光阵营中的红色精灵爱丽丝有很强的对群减伤。这游戏最主要的攻击手段都是群攻，所以只要有爱丽丝在，队伍就会有防御上的优势。这时候只要再配上一名拥有标记技能的坦克，让单体攻击来攻击自己，承担伤害，整个队伍的坦度就会变得非常高。当然，其他阵营要使用爱丽丝也是可以的，只是队伍有同阵营加成，不是虚光的阵营用了爱丽丝会少掉一些属性。第二个阵营是灼炎，听名字就知道这是玩燃烧的。燃烧可以降低暴击率，而且灼炎阵容中也有能降低暴击伤害的坦克，天生就非常克制暴击队。灼炎队拥有很强的治疗能力，而且大部分的输出都拥有无视标记，可以优先攻击燃烧目标的能力，不会被标记吸引火力而导致输出打偏。由于灼炎会被最多人玩的虚光给克制，所以不建议去玩这个阵营。虚光有控制，加上中毒会降低攻击力，燃烧就是看攻击力来造成伤害的，所以最终灼炎是磨不过虚光的。第三个阵营是逆位，也就是暴击队，这个应该很好理解，就是玩暴击和爆伤的。
逆位有针对生命最低目标输出的技能，并且还有部分的输出拥有对普攻反击的能力。所以逆位能克制普攻队，但自身也会被灼炎给克制，因为燃烧能降低暴击率，暴击队如果无法暴击，就打不出优势了。不过好在灼炎会被最多人玩的虚光给克制，所以也很少人会去玩灼炎。这么一来，逆位就几乎等于是没有天敌了，是第二个推荐可以玩的阵营。逆位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打伤害排行榜时比较容易获得高分。是的，这游戏也有类似三幻奇策打分数的活动，而且它的名字也叫奇策。第四个阵营绝武，也就是普攻队。绝武的特色是普攻就有概率可以触发连击，而且也有能针对生命最低目标来输出的技能。连击除了可以触发攻击技能，就连治疗和加盾类的技能也可以透过连击来释放，是一个普攻就能出招的阵营。好处是没有使用主动技能需要的冷却时间，只有少部分绝武阵营的角色会拥有主动技能，其余的全是直接上4个被动技能的。由于绝武都是打单体输出的，所以虚光爱丽丝的群攻减伤，自然就对绝武完全没有用处了。绝武的缺点是打得慢，因为它几乎全是单体输出。而且虽然名义上它克制虚光，打虚光会有伤害加成，但它也很容易会被能标记的角色给克制。能标记的角色是每个阵营都会有的，绝武阵营当然也有能针对标记角色来输出的人物。到时比拼的就是谁的标记角色和专打标记的角色更强了。绝武的强度很看版本，很看对手的阵容，容易被标记针对，而且还会被逆位克制，所以只能排在第3。一般还是会更推荐去玩虚光或逆位。军团战会需要3支队伍出战，这是个类似三幻的汉中玩法，但规则会更简单。有兴趣玩绝武的，也可以把它当成2队或3队来培养。最后一个阵营是星殿，星殿的角色不会被克制，也可以激活全部阵营加成，是本游戏中真正意义上的最强阵营，就连抽取的方式也比其他阵营困难。每个阵营都会有对应自身阵营的星殿角色，是游戏的中期追求。你可以按原来4大阵营的体系去组队，也可以独立去组织一个全都是星殿的全新队伍。接着来很快的看一下游戏的其他模式。时空废墟是典型的占地拿资源的玩法，除了个人资源，也可以拿到军团成员的占领分红。遗迹探索是每个游戏几乎都会有的爬塔玩法，达到特定层数后，可以获得阶段奖励和激活需要花钻石购买的宝藏。恶神猎场，三幻中的魔将，这边的好处是你可以创建队伍后就离开去做别的事，满员后它会在后台自动战斗，之后只要回来领奖励就好了。其他的都只是不同的资源本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竞技场这里，换位竞技场是每个游戏都有的最普通竞技场，打赢就可以获得更高排名。巅峰竞技场和位面竞技场是一样的玩法，只是一个是本服，一个是跨服。只有在换位竞技场排名最靠前的几位玩家有资格参加64强赛。比赛进行时可以竞猜输赢，这是放置游戏常见的玩法，是获得大量钻石的好机会。游戏给的十分大方，猜对直接就是1赔1。不像其他游戏，太多人猜的一方赔率就会变得很低。一周有2场，本服和跨服各1场。只要不一直猜错，每次都拿几千钻也不是问题。次元之战是个类似钢蓝中的竞技场，会安排战力相近的玩家同组厮杀，来争夺组内排名拿奖励。还有2个竞技场还没有开放，我猜这应该是需要2队或3队的竞技场吧。炽热战机前期的基础福利还是很好的，每天登录都会送10抽，直接送满1年不啰嗦。当然，这只是抽普池的券，不过也是有小概率会出 SS2 加的。游戏有3种池，普池每天免费1抽，累积一定积分后，还可以选一个阵营，获得该阵营的随机 SS2。主线通关也会随机送4个阵营的 SS2，一共送5支，想玩什么阵营就选什么阵营，
这样差不多就能简单的凑成一对。限定回响是抽普通 SS2 加的，和3换一样，50抽必定获得限定角色，没有在玩什么大宝小宝的，4%的中奖率也很好抽。在活动期间，升星还可以获得回馈，这回馈也很实在，每次升星都有卷可以回血，升满5星也可以拿皮肤。第3个池是抽星店的 SS2 加，这卷会比较难拿，概率也会变成3%，但也不算低。然后也同样有升星奖励。最后一个大后期开的池是抽拟态 SP 星灵的，这个池就是课长才能抽的了。250抽财宝底，当中每50抽会中一个随机 SS2 加。最后来一个总结，炽热战机有日语配音 ，Life 2D 也做得很漂亮。和同样是以未来世界为背景，全员机甲娘无男人设定的同类型游戏来做对比，真心觉得炽热战机做的比交错战线和苍雾回响好太多了。但很可惜的是，炽热战机在陆服叫战火使命已经在2月9日停服了，享年1年多。结果我居然介绍了一个已经停服了的游戏。不过也不必担心，台版的进度好像早就超过陆服了，看起来游戏应该还是有在继续更新的，但若真的想玩的朋友，还是要谨慎氪金才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